古代将军只是将木炭硝石硫磺装在纸筒中，没想到做出的炮仗威力巨大，一个就能炸死一大堆敌军。紧接着他又在城墙挂满高压电线，敌人只要一碰就会被活活电死。甚至他还能掏出机枪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。而他之所以有这么多高科技武器，只因他有一个可以连通现代的瓷碗，想要什么就写在纸条上放进碗中，现代女人看见后就会给他传送过来。可一开始皇帝跟女人并不知道瓷碗可以连通古今，直到他们俩不小心将血滴在瓷碗的缺口上，这才激发了瓷碗的穿越功能。而此时皇帝正好被一群刺客刺杀，有些利箭直接从古代射到了现代，顿时把女人吓了一大跳。可他拿起瓷碗左看右看，却没发现什么异常之处，于是将水果刀放进瓷碗试探，没想到水果刀竟然凭空消失了。这是见鬼了吗？而此时皇帝即将被刺客射杀，不料一转头正好看见水果刀，于是二话不说就甩出飞刀秒杀刺客。可他正疑惑怎么会凭空出现一把水果刀时，女人又传来一个扩音器，问他是人是鬼。这可把皇帝等人惊呆了，还以为大白天的见鬼了。当发现是瓷碗在作怪后，皇帝立马示意公公放东西进去，结果却发现传送不了，并且将军放的也不行。皇帝只好拿出一块玉佩丢入碗中，没想到瞬间就消失不见了。而女孩发现碗中多了一块玉佩，还以为是聚宝盆。就在她美滋滋的傻笑时，却发现又传来了新东西，原来是皇帝写的求助书，表示他们被叛军围困3年，已经弹尽粮绝，希望神仙能赐他们粮食度过劫难。东离国京城被围，玄武帝被困宫中。此时女人才明白瓷碗可以连通古代，虽然有点不科学，但她还是决定帮助古代的皇帝，随即将家里的科技狠活食品都丢了进去。然而古人根本不知道如何食用，拿起可乐就往嘴里塞，没想到还真被他爹咬开了。皇上，这手怎么如此怪异啊？王公公，你怎敢如此糟蹋上神的尊品？这就是神仙水吧？真好喝。李将军，你给小子留一口。然而这些垃圾食品只够皇帝等人享用。为了拯救城内快饿死的数万百姓，皇帝又写了一封求助书传了过去，还附带了一些珠宝。正所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女人立马找到开古董店的叔叔，谎称父母留下一块玉佩要当卖，而叔叔只看了一眼就震惊不已。这是东离国的皇室图腾，上面还有玄武帝的封号。历史学家一直在寻找东离国存在的证据，居然被你妈妈发现了。对方竟然真的是东离国的玄武帝。那康叔，这玉佩多少钱你收？1个亿，我马上打包给你。到账有了这笔钱，女人立马买了一仓库大米，然后全部丢入瓷碗传给了皇帝。虽然暂时解决了他们的食物问题，但战斗导致大量伤员因无药可治活活痛死。皇帝只好再次求助神仙，并送上更多的金银珠宝。于是女人便全部拿去找叔叔变现。康叔，你看看这值多少钱？我相信你。5亿？不，6亿，我马上转给你。账户到账6亿元。随后女人购买了一堆药品传给皇帝，还贴心的写了使用说明。可太医左看右看也看不懂怎么打针，女人得知后只好复印打针过程。不料手指突然被瓷碗缺口割伤，激发了通话功能。可她不知道一边复制一边发牢骚，结果声音被皇帝听见了。上神，刚才是您的声音吗？顾景云，是你吗？上神，是我。太好了，这样我们就不用一直传纸条了。对了，你身边的人能听到我说话吗？王公公，你刚才有听到声音吗？上神，没有人能听到声音，只有景云。外面有人在吵架，你能听见有人吵架的声音吗？未曾听见，景云只能听到上神的声音。太好了，那我待会儿给你送个平板过去，上面有怎么打针的教程，你让大夫看着教程，学会后再给伤患医治。上神，这砖头该怎么用啊？你看到那块砖头上面的小圆圈了吗？你按一下。这砖头竟然会发光，上神所赐之物果然绝非凡品。顾景云，我再给你传过去一份说明书，你按照说明书播放视频，让太医好好学习。景云谨遵上神教诲。林太医，皇上好生学习。是。皇上，护城河被叛军截留，河水全无，他们要从河渠攻入城中。太无耻了！皇上，臣去拦杀他们。护城河有东西南北4个闸口，你拦得住吗？那也不能不管呀，他们进城一定会屠杀百姓的。上神，叛军已经截留了护城河，准备从河渠攻入城中，现在去用砖头去垒闸口已经来不及了。锦衣决定带人奋力一搏，以保护京城百姓安危。用炸药炸毁河渠，直接堵死河渠，还能威慑敌军。你带着鼻息守住河渠，我想办法弄到更多的炸药。东离的儿郎们，随着一起去拦截叛军，保护百姓，一定不让贼寇入城。是守卫京城，守卫京城。